火候不够，火狐狸，你那点幽蓝灵火没攒够力气吗？给我加大火力！老板，你讲点道理好不好？这破星球连一丝灵气都没有，我能吐出火就不错了。你再逼我，我灵核都要受损了。少废话，加火！今晚这锅饭要是加生，你这个月的灵火能量补贴全扣光。算你狠！老板，不是老牛我多嘴，咱们大老远从高阶灵界星域跃迁到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废弃星，就为了开个饭馆。我和老马以前好歹也是灵界的镇界双将，现在倒好，一个给你拉磨，一个给你当跑堂。就是北斗老大，你看看外面那些长得奇形怪怪的外星人，他们管咀嚼叫原始野蛮行为，人家天天喝那什么高维营养液，谁会来吃咱们的农家菜？你们懂什么？营养液那是给机器灌的机油，只要这帮外星人还长着舌头，就逃不过碳水和油脂的诱惑。老牛，把那桶水拎过来。老大，你真要用这灵界带回来的清泉水煮饭啊？这玩意儿在咱们那儿喝一口神魂俱净，在这儿给外星人吃，别把他们吃的失神了。我稀释过了10000倍，出不了事，顶多让他们吃的身心舒畅。老大说的对，我刚才去街上转了一圈，那些外星人喝的绿色液体比充足的营养液还难以下咽。老大这降维打击，用咱们灵界的高端食材碾压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还是小唐会说话。等这锅黯然销魂蛋炒饭出锅，我要让这帮喝绿水的家伙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美食。警报！检测到高浓度未注册有机物反应，低等碳基生物，你在这里燃烧什么违禁物？好刺鼻的化学合成气味。刺鼻？这叫葱香。铁壳伙计，没见过葱花爆锅？放肆！根据星际文明法条第73条，任何未经处理的原始动植物材烹饪，都属于传播原始病毒的恐怖行为。更何况你还在进行令人作呕的咀嚼类食物制作，立刻停止你的野蛮举动，抱头蹲下。我要是不蹲呢？那就当场清除，提取你的基因序列进行物理销毁。敢拿废铜烂铁指着我家老大！老牛，退下！老大，他们要砸咱们的锅！我说退下。长官，开枪之前，你最好先查查我的饭馆有没有营业执照。原始星系的营业执照，原始星系的垃圾不需要执照，只需要服从。什么？我说这叫葱花爆锅。敌袭！目标战斗力评估错误，无法评估。小囊，卸了他们的动力源，火狐狸，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好嘞！尝尝老娘的灵火！我的备用视觉装置！你们到底是什么怪物？这颗废弃星球上，怎么可能有你们这种级别的异星兽？你的肌肉密度根本不是普通碳基生物。异星兽，听好了，老子叫李北斗，是个厨子。这几位是我饭馆的员工，我们只做本分生意，但谁要是敢掀我的锅，我就拆了他的这身铁壳。你公然袭击星际巡查队，星际联邦不会放过你的。联邦？等联邦的人吃过我做的饭，他们会求着我给他们办最高级别的 VIP 卡。警告，多巴胺分泌告减！警告，多巴胺分泌告减！这是什么气味？我的多巴胺分泌系统为什么破出反应了？为什么我的唾液现在疯狂分泌？我明明已经切除了胃部啊！他们看不起我的菜，可没想到这碗蛋炒饭将彻底颠覆整个星际秩序。滚开！都给我滚开！哎呦喂，这又是哪来的客人？把咱们本就不富裕的门槛都砸断了。老大，这人身上好重的暗子粒子窥散味，还有高能激光灼烧的糊味，伤得很重。别碰他，那是赤刃雷恩，被联邦军部构陷的星际顶级佣兵团团长，联邦 S 级通缉令的冤屈者。他怎么会逃到这个废弃星？水，给我高级修复液。我这里是饭店，只有饭，没有修复液。你别乱来，老子不吃那种原始的垃圾固体，给我高维营养液。老牛，按住他。得嘞，小子，老实点儿。我们老大亲自给你喂饭，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放开我！你们这群低等文明生物！闭嘴，张嘴。咽下去，吐出来1粒米，我让小芒卸了你的行动装置。老大，吐出来1粒米，我让小芒卸了你的行动装置。老大，放心，我手快，保证他动弹不得。这是什么？我的味蕾，我的神经末梢，这种感觉好吃就多吃点。太不可思议了，队长，快看他的伤口，他腹部的激光道伤窗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细胞分裂速度超过了联邦顶级的医疗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只是一碗低等的碳水饭合物，里面绝对加了基因重组药剂。火狐狸，让他安静点，吵得让人头疼。
好嘞。老板，我还要，太好吃了！我活了40年，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慢点吃，没人和你抢。这饭里加了点特殊的水，能治你的伤，也能稳住你的精神力。我原本以为我今天彻底交代了，我的佣兵团被联邦军埋伏，兄弟们全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哭什么？堂堂星际顶级佣兵团长，吃晚饭还能吃出眼泪来？我的精神力不仅恢复了，甚至突破了 S 级壁垒。我能回去揭穿他们的阴谋了，老子能回去为兄弟们讨回公道了。恭喜，成会，1000星币。1000星币，老大你定价也太实在了，这破地方一瓶高级营养液才2个星币。闭嘴，你懂什么？1碗灵界清泉水炒出来的续命饭，1000星币便宜他了。不，1000星币太侮辱这碗饭了。老板，我身上所有的星币都在战舰爆炸时毁了，这是我的佣兵团团长令，拿着它，黑三角星域的任何一个地下阁室都会奉您为上宾。我的舰队宝库您随便挑。妈，这破铁牌能当饭吃？收下吧，就当是饭钱了。吃饱了就赶紧走，别耽误做生意。门外还有一堆准着 Q 水等着呢。这碗蛋炒饭竟然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心。雷恩的声音还在门外回荡，门外的街道却已经彻底炸了锅。雷恩团长居然哭了！那碗发光的食物到底是什么神奇药剂？别挡道，我出5000星币，给我来一碗！滚开你个低贱的半兽人！我是阿尔法星系的贵族，让我先进去。老大，这帮家伙太激动了，我的锅要被掀了！老牛、小马，给他们立立规矩。都给老牛我退后！哎呦，我的鳞片！这牛的力气怎么比重石机甲还大？安静！想吃饭是吧？想修复基因缺陷是吧？都给我把你们那高贵的星际讨来低下！现在这里由我们接管。一只没长齐毛的矮种马也敢对我们大呼小叫！老子在废猩猩历练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小唐，教教他怎么守规矩。我的2条左臂！不好意思，手滑碰掉了你的护甲。下一个谁来？哼，很好，看来大家都能听懂通用语了。现在宣布北斗农庄第1版就餐管理条例：第一，排队，不管你是星际佣兵团长、联邦贵族还是星际旅人，在这里你们只有一个身份，食客，按先来后到的顺序给我站成一排。第二，禁止动武，谁敢在店里释放精神力或者动刀动枪，老牛的蹄子和小唐的刀会教你们守规矩。第三，盖不赊账，1碗黯然销魂蛋炒饭，基础价1000星币，没钱的拿等杠价的。第三，盖不赊账，1碗黯然销魂蛋炒饭，基础价1000星币，没钱的拿等杠价的高级能源石或者稀有金属换，拿不出来的请离开。1000星币，你怎么不去抢？联邦最高级的营养液才多少？嫌贵，门在那边，好走不送。刚才雷恩团长吃的效果你们没看见？能重塑精神力壁垒的东西，1000星币，我们老大这是在做福利。我买，这是1万星币的无记明金卡，给我来10碗。抱歉，每人限狗1碗。老牛，给他发1号牌。喂，那个4只手的，护甲掉了就站到旁边去，别挡着后面的人。等等，我有钱，这是 A 级火系能源石，够不够买1碗？我的基因在崩溃，我需要那碗饭。A 级能源石，老大，这玩意儿能给火狐狸当零食补充能量。收下吧，老牛，给他个2号牌，1号、2号，自己过来端。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喂，大个子，去角落里坐着吃，别把地上弄脏了。是，我去角落吃。天哪，我的手臂处停止不适了，细胞在重生，这饭里真的有神迹。看到了吗？这就是规矩的好处，早点这么乖不就好了？一个个非要守规矩才省心。行了，小马，别嘚瑟了，赶紧发号，我炒饭的手都要酸了。火狐狸，火再大点儿。老大，你这生意也太火爆了，咱们是不是得招点服务员了？你看外面连联邦的巡逻舰都停下来了，有几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正偷偷往这边看呢。管他什么联邦还是星际旅人，到了我这儿，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老大说的对，以前在灵界那些乱序者不也是这样做，被咱们治得服服帖帖的吗？是啊，龟虽破碎，
但只要有人愿意守，秩序总能重塑。可我连炒了3天蛋炒饭，手快酸了，菜单必须更新。今天我不点勺了。老大，你终于肯换新品了！天天烧米饭，我的幽兰灵火都快没发挥空间了，我都快退化成普通老灶了。就是，老大，我堂堂星际顶级掠食者，这几天天天在后厨帮你切葱花，我的刀刃都快磨钝了。今天处理什么食材？收起你的锐气，小唐，我们是正经饭馆，不能打客人的主意。昨天佣兵团长雷恩送来了一批兵甲星兽的肉排，抵了之前的饭钱。今天你们俩配合主厨，给我弄道硬菜出来。做不好，今晚你们俩就去后厨打杂1周。兵甲星兽，老大，这玩意儿在星际可是出了名的难处理，肉质硬的像高密度和极寒属性，连重型激光切割机都很难切动，这怎么吃？那是他们不懂处理食材的诀窍。小芒，交给你了，展示一下你真正的刀工。好嘞，老大，看我的！喂，小芒，你慢点儿，冰碴子都溅到我毛上了。别打扰我感受肉的纹理，这肉的纤维极其坚韧，必须顺着肌肉的走向，在0.01秒内切断筋膜，否则肉质就会发柴。看刀，好刀法。火狐狸，该你了。这肉自带极寒属性，普通的火根本烤不透，用你的幽兰灵火，给我把它里面的油脂全逼出来。瞧好您嘞，今天就让这帮喝营养液的土包子开开眼。包子开开眼。小唐上料，收到。辣椒粉孜然井盐。老大，这就是你说的少许，对吧？完美。老大，后厨这香味也太绝了，老牛我的口水都要忍不住了。我的天，这是什么味道？比蛋炒饭还要浓郁100倍！我的嗅觉接收器要过检了，那蓝焰是怎么回事？他们在烤什么神奇食材？别急，我出1万星币，给我留一份。端出去。新品测试，灵焰炙烤冰甲肉，今天第1盘免费试吃。我来。谁先来？哇！喂，你没事吧？是不是烫到了？老大，他不会是吃不惯吧？怎么可能？本大仙的火候控制的完美无缺，外焦里嫩，汁水封锁的紧紧的。不是不好吃，这种外层不好吃，这种外层酥脆，咬下去却瞬间爆汁的口感，油脂和那种叫孜然的火在口腔里炸开的感觉，太不可思议了。那你哭什么？不合口味就别勉强，老牛我替你吃。不，我舍不得吐。我从小在冰冷的培养舱长大，成年后每天喝着毫无温度的营养液，像机器一样在矿星劳作。我从来不知道食物竟然可以有这么滚烫的温度。吃着这口热肉，看着你们在这个破旧的屋子里吵吵闹闹，我突然觉得我那颗机械心脏好像有了跳动的温度。这种感觉叫什么？这叫烟火气。在我们这种几个人围着炉火，吃着热腾腾的食物，吵吵闹闹的感觉，叫做家。家，我想家了。虽然我从来没有过家。烈焰熊熊烧起的不只是火，更是人们对家的渴望。老大，外面怎么没动静了？刚才还吵着要吃烤肉的几百号人呢。好强的肃杀气场！不是肃杀，是极致的疲惫和紧绷，比之前的雷恩团长仿佛化作气场强10倍。这股气息，就像是刚从高强度战场撤下来的一样。小张，别擦刀了，来贵客了。火狐狸，把火调小一点。这里就是那个能稳定精神力的特色饭馆。长官，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我们这是正经农家菜馆，有合规经营公示的。虽然是我用炭笔画在墙上的。我是来核实情况的，但我的精神力探测仪显示，刚才那股引起大范围能量变动的原点，就是从你那口生锈的铁锅里发出来的。
何时就凭你一个人？你身上连个能量护盾都没有，还是别贸然靠近的好。退下，小唐。人家可是帝国的高级指挥官，没看他风衣领口下那枚紫金色星芒徽章吗？你眼光很准。我叫陆渊，我的主力舰队就在大气层外待命。只要我发出指令，这颗星球的全域管控会立刻启动。陆渊，那个带领舰队硬抗虫族母巢主力，掩护边境3个星千万平民安全撤离的帝国英雄。为了守护帝国国边境的平民，损耗是必要的代价。我连续72个星时没有休眠，精神力已经游走在崩溃边缘。军医说我随时会出现精神力紊乱失控。给我来一份你们那种能稳定精神力的食物。如果无效，我会立刻启动合规核查。挑衅厨子在饭馆里可是大忌。火狐狸，生火，今天不做蛋炒饭，给他下碗阳春面。阳春面，老大，那玩意儿连块肉都没有，能行吗？他可是个随时会启动核查的帝国指挥官。闭嘴，照做。这动作毫无逻辑，效率极低。你们为什么不直接提取能量分子注射？效率？你们帝国人除了效率和数字，还知道什么叫活着吗？这叫揉面。把灵界清泉水揉进面粉里，能安抚你那被战场硝烟和高强度作战绷紧的神经。一把葱花，一勺猪油，2滴酱油，半勺高汤。出锅。吃吧，指挥官，尝尝这碗毫无效率的碳水。就这，没有高维蛋白，没有基因修复液，只是一碗清汤和面条。像这样挑起来，吹一吹，吸进去。怎么了，长官？烫嘴了？还是觉得不合口味？这温度，这汤汁的味道，我的精神海，那些反复出现的战场画面和战友的声音，安静了。这碗热汤里有一种奇怪的频率在安抚我的神经，这种感觉为什么会让我觉得胸口发闷，喉咙发紧？什么香气？那叫猪油化在热汤里的香气。你胸口发闷，是因为你太久没卸下防备，当个普通人了，天天把守护平民的责任扛在肩上，连轴作战不敢停歇，你的心早就冻成了冰块。这碗热汤面不敢停歇，你的心早就冻成了冰块。这碗热汤面只不过是帮你化了一些，让你重新感觉到放松而已。当个普通人。3万名新兵在我的指令下冲进虫族阻击线，只为了换取平民撤离的时间。他们消散前的通讯里，没有一个人喊为了帝国，全都在喊妈妈和我想回家。所以你失眠，你精神力濒临崩溃，你的身体在反噬你，因为你潜意识里一直愧疚，没能带他们一起回家。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普通的厨子，怎么懂精神力安抚？我就是个颠勺的，但在我的母星，没有什么是一顿热乎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加个荷包蛋。饭钱2000星币。2000！老大，你定价也太高了！刚才雷恩团长才收了1000。闭嘴！他是帝国高层，有消费能力，定价合理。我没带星币，
这是帝国最高指挥官的特级通行令，以后这颗星球划入我的私人保护区。联邦的巡查队和非法星际舰队，谁敢动这里一根草，我的主力舰队就会立刻启动管控。哟，这保护费交的挺大方，比雷恩团长的令牌管用多了。我会再来的。等我处理完前线的战士，我还要吃这碗阳春面。慢走不送，下次来记得排队，不排队照样让老牛请你出去。走到门口，陆渊停下脚步。他那一刻像是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温暖。行了，别看了，帝国指挥官也是要吃饭的。火狐狸，换锅，今天咱们做点有水族的，把那块五花肉拿出来。好嘞，老大，终于要做那道传说中的红烧肉了吗？我这幽兰灵火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是谁的飞船？居然敢在这儿降落！都给我让开，别弄脏了巴顿先生的红地毯！完了，那可是星际联合矿业集团的董事长巴顿，垄断3个星系能源的超级财阀。他一来，咱们今天肯定吃不上了。这就是那个传闻中能修复精神力的特色农庄，连个像样的自动门都没有。这种环境做出来的东西能入口吗？老大，来客人了，这位先生看起来很有实力。嫌环境不好可以离开，别挡着后面的人排队。放肆！你一个普通厨子，怎么跟巴顿先生说话的？你才放肆，小子！怎么跟巴顿先生说话的？你才放肆，小子！这卡里有1000万星币，今天这店我包了，把招牌菜统统端到飞船上去。1000万星币，老大，这也太多了。多也没用。小马，念一遍咱们的农庄管理条例第1条。第1条，不管你是谁，想吃饭必须去后面排队。排队？你让我身价万亿的巴顿先生去和这群普通平民一起排队？你知不知道我1分钟的进账就能买下你这整颗星球？我不管你1分钟多少，在我这儿，你的钱连买一根葱的特权都没有。老牛，有人插队，按规矩处理。没听见我们老大的话吗？要么去队尾排队，要么就请离开。一头变异的星际兽也敢拦我？给我清场！收到指令，目标锁定，执行清场。注意分寸。警报！装甲受损90%，动力核心报废。我的天！一头撞废了 A 级护卫机甲！开火！快开火！太慢了，这破铜烂铁的反应速度，连后厨切葱花都不够格。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是守规矩的厨子和店员。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带着你的机甲和飞船离开；第二，捡起你的卡，去对位领号牌排队。我可是星际首富，我绝……这是什么味道？我的多巴胺，我的精神力在躁动，我感觉我的基因壁垒在融化。这叫红烧肉，能治好你那因为常年吃高位营养蟹而退化的味觉，也能让你体会到最朴素的美食快乐。想吃吗？我想去排队。哟，这不是巴顿先生吗？怎么也来跟我们这群普通平民一起排队了？闻到了吗？这香味，你花1000万也买不到插队的特权。闭嘴！我是为了体验生活。38号巴顿，
到，我在这儿。太好吃了！我这几十年赚了那么多钱，吃的都是什么没温度的东西啊！老大，这位先生怎么也吃哭了？咱们这饭馆是不是有什么魔力，专治各种不服和类似疾？他哭的不是肉，是他那被金钱和特权填满，却从没体会过朴素快乐的心，终于放松下来了。老板，我收回我之前的话，终于放松下来了。老板，我收回我之前的话，在这里，我不是什么首富，我只是一个饿了很久的食客。尊严有时比金钱更需要被消磨和重塑。排队的已经排到隔壁街区了，再不扩建，我这头老牛就要被他们挤成肉饼了。就是啊，北斗老大，刚才那个富商巴顿留下的黑金卡我也查了，余额足够咱们把这半个星球都买下来。咱们还守着这个老房子干什么？扩建，必须扩建。扩建是肯定的，但这事儿不能光靠咱们几个。小马，去把前几天和咱们有过误会的那几个机械茶队的队员叫过来。找他们干嘛？老牛我还没和他们算完账呢。让他们干回老本行，维持秩序，顺便当监工。告诉他们，干得好，一天一碗碎肉拌面；干得不好，就取消每日的灵火能量补给。李老板，您一句话，我们哥几个全力配合。您说怎么建？是要星际最高标准的合金防护建筑，还是全息投影沉浸式餐厅？都不要。我要在那儿盖一座中式园林，有回廊，有鱼池，有石凳，厨房要扩大10倍。专门给火狐狸留一个专属控火位，给小唐留一个专业切配台。中式园林，那是什么特色建筑风格？不用防御混沌吗？不用自动传菜轨道吗？规矩就是最好的防护。按我给你的图纸盖，少一根柱子，就请你离开岗位。明白，马上调集轨道工程机，3天之内保证完工。小马，去帮我办件事，联系星际最大的自媒体平台星云头条，把这篇宣传文案发出去。你还在为喝下那一瓶瓶毫无温度的营养味而感到空虚吗？你还在为日益疲惫的精神力而感到焦虑吗？来北斗农庄寻找失落的味觉本能，唤醒被遗忘的生活烟火气。本周预售菜品佛跳墙，名额有限，仅限持有星耀令者预定。老大，星耀令是什么玩意儿？啊？就是咱们之前发的就餐木牌，老牛我多刻几个不就行了吗？星耀令是就餐等级，消费过1000星币的是黑铁令，过1万的是青铜令，像雷恩和巴顿那种给过贵重食材抵账的是黄金令。只有黄金令才有资格预约佛跳墙。老大，你这招太妙了，这叫饥饿营销对吧？我听那些外星人说过，他们就吃这一套。这叫美食文化溢。外星人说过，他们就吃这一套。这叫美食文化溢价。小马，去发宣传文案，记得带上你昨天拍的那段巴顿在角落吃红烧肉吃到动容的视频。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星际首富亲测，这家农庄的美食到底有什么魔力？得嘞，这种内容那些星际光手绝对会疯狂点击。老大，爆了，真的爆了！星云头条的服务器瘫痪了，全星际的网友都在问北斗农庄在哪儿，还有几百个星际富商发私信问能不能用一艘豪华星际穿梭舰换一块黄金星耀令。
穿梭舰，老牛，我以后能开飞船拉食材了。别急，这才是刚开始。小芒，你的刀工练得怎么样了？老大，我现在能把整块食材切成均匀的薄片，且完整保留食材的纤维和口感。宣传一经发布，纤维和口感。宣传一经发布，整个星际都掀起了中式农家菜的热潮。很好，火狐狸，火烧旺点，让这帮没见过世面星际贵族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中式美食魅力。老大，门外那帮家伙已经快把咱家新盖的围墙挤塌了。刚才有个开私人机甲的，非说要用2颗矿产星釉球换1桶咱们煮饭用的水，你说他是不是太冲动了？他说要换什么？换咱们的灵泉水啊！他说他检测到那水里有一种极其古老的活性因子，能让疲惫的精神力重新焕发生机。老牛，去把后门关死，除了雷恩和指挥官陆渊，谁也不见。这水的事情，谁要是敢往外多漏一个字，就取消他的永久就餐资格。老大，其实我也纳闷，咱们在灵界的时候，这灵泉水那都是用来滋养神魂的，可到了这星际，怎么就成了这帮星际人眼里的宝贝了？因为这星际文明的基因早就出现了断层和退化。雷恩，你这不打招呼就进来的习惯还没改。别误会，我是来送食材的。老板，你看看这个，这是联邦最高等级的基因修复液，曾经我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我昨天去做了全身扫描。你知道那个震惊不已的军医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什么？他说我的细胞不仅仅是愈合了，他们在逆生长。他说我原本因为长期处于高辐射宇宙环境而受损的基因链，竟然被一种未知的极其温和的能量彻底修复并优化了。老板，那是简单的修复，那是重塑。重塑，那不是好事吗？好事。在联邦和帝国的实验室里，为了达成这种程度的基因优化，每年要投入无数的资源和试验样本，而我只是在你这儿吃了几碗蛋炒饭，喝了几口配汤就做到了。老板，你这井里的水，如果让外面那些人知道真相，他们会不惜引发星际间的资源争夺来抢夺它。雷恩，你既然知道这水的珍贵，还敢跑来问我，你不怕我终止和你的合作？怕，但我更怕不明不白地接受这份馈赠。我的寿命原本只剩下3年，但喝了你的水，扫描仪显示我的身体状态回到了20岁，这已经超出了现有的星际科学范围。我想知道真相，你到底是谁？你是史前文明的幸存者，还是高阶灵界的来？我只是个厨子。老牛，把那棵快枯萎的星露草拿过来。老大，这是巴顿昨天为了预约菜品特意送来的，据说是星际间最难养活的植物，叶子都掉光了。立在枯根上。神迹！这不是简单的修复，这是生命循环的能量。你用滋养生命的本源力量，唤醒了我的生机，懂了吗？灵界清泉水原本就是阴阳平衡、资源生机的本源。在这死沉只知道追求效和机械化的星际时代，它就像是一个变数，它能让受损的基因为了生存而重新焕发生机，完成正向的优化。老大，那咱们岂不是能把这份美食和生机带给全星系的人？带给全星系？那谁来给我劈柴烧火？这水是特殊的能量源，只有配合精准的火候和配比，才能发挥正向的滋养作用。未经处理的原液会导致基因序列紊乱，反而会造成损伤。雷恩，你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秘密的人，我给你2条路：第一，带着秘密离开，等着帝国或者联邦把你带去做深度研究；第二，加入我们的团队，负责农庄的安保工作，我肯帮把你带去做深度研究。第二，加入我们的团队，负责农庄的安保工作，我可以保证，只要我还在，你就能一直拥有这份健康的身体状态。你选吧。老板，佣兵团长雷恩愿为您效劳。很好，老牛，把围墙再加高3米。小唐，巡视半径扩大到整个街区。火狐狸，加大火力。这口井里的水可不仅仅能炒饭，在这个只追求效率、忽略生活本身的星际文明面前，它有着更重要的使命。灵泉的能量如同星空中的火种，终将点亮整个星际对美食与生活的热爱。老大，天上来了一队星际监管局的穿梭机，这些家伙的能量波动比上次那个陆渊指挥官还要严肃。是星际监管局的合规核查部队。老板，这些家伙专门查处星际间的违规基因干预行为，核查标准极其严格。我知道了。李北斗，立刻停止所有烹饪相关的能量释放行为。我是星际监管局第1调查组组长
希拉，我们接到多封匿名举报，称你在本星球私自研制、散播违规生物伏剂，并以此影响帝国及联邦高层官员的决策。你有3分钟时间配合核查，接受基因样本采集。基因样本采集？希拉组长，我这儿只有炒饭和烤肉。你说的违规生物制剂是在说我的调味料吗？狡辩没有意义。根据探测器显示，你这里的有机物活性指标超过了星际标准的10000倍。大黄牛、马、狐狸，甚至那只螳螂，它们的基因序列都存在不符合常规星际电化论的优惑，这在星际法典中属于一类重罪，违规基因干预罪。什么干预不干预的？老牛我就是多吃了2口老板做的饭，长得壮了点儿。你们这帮穿制服的也要管，再往前走一步，就请你立刻离开。拒不配合核查，我们将采取强制管控措施。启动基因抑制领域。啊！我的火弱了。我的刀好沉。这就是监管局的科技。李北天，你的这些伙伴在意志领域里能力会大幅受限。希拉组长，你是不是忘了，这领域只能压制你已知的生物基因序列？你什么意思？小马，把那桶稀释过的灵泉水拿出来。希拉组长，既然你怀疑我有违规行为，不如你亲自检测一下这桶水。警报！检测到未知的高活性生命能量，电磁结构能量快速损耗。这不可能，这不符合常规物理定律。它不是在破坏电磁盾，它是在加速了合金的能量损耗周期。让它在3秒钟内走完了正常使用3000年的损耗过程。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异常。你们崇尚机械，崇尚永恒，崇尚那一管管冰冷的营养液，但在我眼里，那是没有温度的冰冷物件。而我的菜是有生命力的。你到底用了什么技术？你是史前人类，还是高阶文明的来客？我是个厨子，我用的是食材本身的生命力和中式烹饪的火候智慧。回去告诉你的上司，想吃热乎饭，按规矩排队。想玩这些违规核查的把戏，我这农庄随时欢迎你们按正规流程来参观。撤退！组长，咱们就这么走了？闭嘴！刚才我的基因序列差点因为那一瓢水出现紊乱。李北斗，监管局不会放任一个不可控的高活德能量源在废弃星存在。希拉，我们还会回来的，下一次带来的将是专项核查舰队。老大，那婆娘刚才看咱们的眼神，像是在看什么稀世珍宝。不，她在看一个能改变星际文明的能量源。老板，这提到的违规罪是自弃的运误了垄断基因优化技术而设立的规则。他们害怕基因优化技术普及后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他们不是要消灭灵泉，他们是要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变成他们专属的资源。我知道，他们要的是垄断和特权，而我要的是烟火和公平。这2样东西注定要有一场正面的理念碰撞。狐狸，火加大点儿！既然他们要来核查，那咱们就给他们准备一锅能征服所有人味蕾的硬菜。星际监管局的核查脚步正一步向这片农庄靠近。老大，那组长走的时候眼神太警惕了，咱们是不是得提前做好准备？准备？我这锅老汤刚熬出点味儿，哪儿也不去。
小唐，把大门全打开。今天咱们农庄扩建后的第一天营业，来者都是客。老牛，去门口迎宾。得嘞，老牛，我今天非得看看，谁敢在咱们的地盘不守规矩。哟，这不是巴顿先生吗？怎么，堂堂星际首富，也来这偏远星球闻烟火气？银蛇斯内克，你这个在星际间以情报能力闻名的专家，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护卫，做好防御准备。收起你们的装备吧，巴顿。这里可不是你的矿产星球，帝国军方在此执行安保任务，无关人员请保持秩序。陆渊指挥官，陆渊指挥官。三位，如果想切磋，出门左拐有专门的空控区域，随意施展。如果想吃饭，就把武器暂时交由我们保管。李老板，我是来预定菜品的，这里是10香高纯度紫金矿，我想预定院子里最好的观景亭，专门品尝您上次说的那道佛跳墙。巴顿，你的财富在这里换不到插队特权。老板，这张桌子我预定了，给我上次那种阳春面。陆源，你也别太强势了。老板，我不要什么佛跳墙，我只想求够一滴您这里的灵泉水，作为交换，我可以给您一份星际监管局的内部行动规划。我再说最后一遍，在这儿，规矩我定，谁敢破坏秩序，以后就永远别想踏入北岛农庄半步。很好。这是什么？我的传感器报警了！这红色的物质刺激性极强，这叫麻婆豆腐。巴顿，你坐东边，你的紫金矿我收下了，这盘豆腐归你。吃完它，你那因为常年吃营养液而功能退化的肠胃，就能重新适应固体食物。这红彤彤的，能吃？我的舌头有灼烧感。别慌，那叫辣，是一种味觉与触觉结合的刺激感。你太久没感受过这种鲜活的刺激，所以才会反应强烈。过瘾，太过瘾了，这才是活着的味道。斯内克，你坐西边，你的情报我收下了，这盘归你。你常年在隐蔽环境工作，精神力长期处于高压损耗状态，这盘加了温和滋养能量的豆腐能帮你舒缓精神压力。吃吧，吃吧。我的精神力损耗在快速恢复。陆指挥官，你坐中间，你的特权在这儿没用，但我需要你的舰队帮忙维护周边星域的秩序。这盘豆腐能稳住你长期高压作战导致的紧绷意识。吃完，我们谈谈合作。很霸道的能量，你想怎么合作？监管局的人刚走，他们盯上我的灵泉水了。我只是个厨子，不想天天应付那些无休止的核查，所以我需要你们帮我挡住不必要的麻烦。凭什么？监管局的专项视察舰队实力极强，为了你一个厨子，让我们和星际最高议会对立？凭什么？凭只有我能修复你们身体和精神力的损耗，凭只有我能让你们体会到这种鲜活的属于人的生活。如果我的店被监管局关停，你们就只能回去继续喝那些。如果我的店被监管局关停，你们就只能回去继续喝那些毫无温度的营养液，等着身体和精神力持续损耗。李老板，我的财团可以切断监管局在这片星系的所有能源补给，只要您每天给我留一份专属菜品。我可以把我掌握的监管局所有内部资料公之于众，让他们的核查计划先乱起来。我要一张永久的就餐权限。
如果监管局的舰队敢违规越天进这片星域，我的主力舰队会第一时间启动防御预案。我的要求很简单，每天1碗阳春面。成交。小马，给3位老板上茶。他肯定没安好心，但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选择，先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每一张桌子背后，都是一场未曾落幕的理念碰撞。老大，别感慨了，出大事了！咱们没食材了，巴顿先生一口气吃光了咱们半个月的存粮，现在库房里除了那几块冰甲星兽的肉，连根葱都找不出来了。没食材了，连根葱都找不出来了。没食材了，去采购啊！老牛，我昨天刚收了10几万星币呢。采购不到，这颗星球除了沙石就是岩石，很难长出原生蔬菜。咱们以前用的食材都是雷恩的佣兵团从其他星系正规运输过来的，现在监管局封锁了这片星域的航线，连常规运输舰都飞不进来，断粮了。对于一个厨子来说，没有食材就等于士兵没有了装备。老大，要不我带兄弟们去协调监管局，打开运输通道，运几船物资回来。收起这种硬碰硬的思路，我们是开饭馆的，不是星际安保队。既然买不到，运不进来，那就自己种。自己种，在这颗废弃星上，老板，这星球的土壤辐射值超标，重金属含量高，不利于植物生长。别说壮菜，连最顽强的耐旱植物都很难存活。那是以前，小马去门口挂个牌子，今天起本店暂停星币直接购餐服务，想吃饭的去后山岭农具，劳动换餐食。劳动换餐食，老大，这会不会太为难大家了？外面排队的可是星际贵族、联邦军官和财阀大佬，你让他们去开荒种地，不参与劳作就只能暂时等候，去挂牌吧。什么？劳动换餐食？我堂堂阿尔法星系的大公爵，你让我去挖地？我这双手是用来操控 S 级机甲的，不是用来握锄头的。我不管，我要见你们老板。就是，李老板这是在为难我们，我们有的是钱。安静，规矩就是规矩，不想参与劳作的可以自行离开，愿意参与的一人发一把农具去后山开荒。我参与。指挥官阁下，您怎么能……闭嘴！我只知道，没有那碗面，我的精神力状态明天就会出现变动。连陆渊都去重敌了，我怕什么？为了那口能安抚精神力的饭菜，我拼了！等等我也去，我的机甲可以当工程机用。挖深点儿，把那些含有重金属的表层土全翻过来。是，李老板，您看我这操作还标准吗？巴顿，你的机甲别在那儿原地打转，去把那块巨石碾碎，改良土壤。好嘞，大家加把劲儿，今天的任务量还没完成呢。陆渊，你的锄头挥得太僵硬了，种地不是作战，要顺着土壤的纹理。挥得太僵硬了，种地不是作战，要顺着土壤的纹理，感受土地的生命力。土地的生命力，我只感受过战场的沉寂，那就好好感受。这是我用灵泉水浸泡过的青菜种子，把它种下去，盖上土。小马，把稀释过的灵泉水引过来，浇地。好嘞。快看！这是新生命。在星际时代，我们用钢铁和基因药剂武装自己，却忘了最原始的力量是这颗星球赐予的生机。当第一株嫩芽破土而出，所有人的心也被重新点燃。我的天，它真的活了！在辐射超标的土里，它居然真的活了！这比我赚到第一个100亿星币时还要震撼。别用你那满是泥的手碰它，巴顿。这种生命力，我在星际间闯荡了50年，从来没见过这么纯粹的生机。哪怕是监管局最顶级的基因实验室，也培养不出带这种鲜活气息的植物。别感慨了，有情况。副官汇报情况。
报告指挥官，上方3万公里处检测至高能跃侵反应，监管局的核查哨号主舰正在进入这片星域。监管局的人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快。老板，这次恐怕没法用几碗饭菜就化解了，他们是冲着这片刚恢复生机的土地来的。诸位，饭还没吃上呢，就要有人来打乱我们的节奏了。你们怎么说？打乱节奏？听着，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立刻启动集团名下所有的干扰卫星，把这颗星球的坐标进行加密隐藏。谁要是敢打扰我们的农庄建设，我就暂停监管局今年所有的能源供应合作。光靠商业手段可挡不住核查号。我刚往监管局的内网里植入了安全防护程序，现在他们的识别系统里，这颗星球会显示为高风险陨石带。当然，这只能争取15分钟。够了，剩下的时间，我的第7舰队会接管周边防御。陆家亲卫队列阵，目标上方穿梭机，启动全功率防御阵型。等等，这儿是农庄，不是战场。既然大家都是为了这一口饭聚在一起的，那就按农庄的法子办。农庄的法子？老牛，去把那桶灵泉水拎到防御装置那里。小马，去广播室。火狐狸，把先沤出所有的辣椒和花椒都给我搬出来，用最大火力烘焙香气。小唐，你去接应雷恩，把刚才巴顿带回来的那些高纯度紫金矿粉混合着辛辣。你去接应雷恩，把刚才巴顿带回来的那些高纯度紫金矿粉混合着辛辣气物，通过防御装置扩散到大气层外围。老大，你这是用植物本身的辛辣气物做一层特殊防护屏障啊，这招太妙了。这是什么味道？我的传感器失灵了，我的精神力出现了短暂变动，这种味道刺激性太强了。这叫灵验蜡物，想进入星球，先过了这道气异屏障再说。成功啦！陆渊，你刚才是不是帮我的机甲挡了一下？只是为了保护那株嫩芽，别多想。老板，你看到了吗？我做了半辈子星际安保，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和帝国指挥官并肩协作，原因竟然是为了保护几颗青菜。因为在这里，你们不再是首富、指挥官或者情报专家，你们只是在这个冰冷的宇宙里想要寻找一点烟火气的普通人。这锅大乱炖是给大家的犒赏。李老板，我想好了，以后谁要是想动北岛农庄，先过我巴顿集团这一关。我不只是为了饭菜，我是为了这种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觉。我也是，为了这份生机。在那一刻，这些身份背景截然不同，曾经甚至立场对立的大佬们，眼神里多了一种名为默契的东西。曾经的对手不再是陌路人，而是同行者。老大，监管局这次是认真的了，天空中的跃迁信号已经连成了片，那艘核查号主舰已经露出了主炮口。这次来的不只是先遣队，还有监管局的终极核查部队，那是一群思维意识完全机械化的作战人员。怕什么？我这一身的紫金重金甲可不是摆设。李老板，我刚才调集了集团所有的顶级防护资源，给农庄覆盖了3层永恒星幕。哪怕是主舰炮火，我也能给你挡住10分钟。
10分钟够了。第7护卫舰队全体听令，呈圆环防御阵型，全力坚守农庄领空。任何违规踏入防区的飞行物，立刻启动防御拦截。违规踏入防区的飞行物，立刻启动防御拦截。老板，我带兄弟们去干扰对方的指挥系统。小唐，敢不敢跟我潜入核查号，把他们的能量核心线路切断？只要你别挡我的道路。警报！星膜能量流失30%，对方在超功率开火。李北斗，放弃吧。你所谓的烟火，在绝对的星际秩序面前，不过是脆弱的尘埃。交出灵泉井的核心能量源，我可以向最高议会申请，保留你这颗星球的生态样本。哼。样本，希拉，样本，希拉，你听说过釜底抽薪吗？老大，你要干什么？他们要的是这口井的生机，那我就给他们看看这口井最本源的力量。在绝对的星际秩序面前，你们这些土著的挣扎不过是尘埃罢了。生命归序，万物新生，这可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这是什么？我的精神力出现了紊乱，不对，我的思维逻辑出现了偏差。为什么我脑子里全是食物的香气？那就是生命的本真。当你们抛弃了情感，选择了完全机械化的那一刻，你们就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感知。而我的灵泉水，能让麻木的意识重新感受到活着的温度。机会来了，趁现在干扰对方的控制系统。老大的灵泉水太厉害了，对方的自动防御系统全都出现了宕机，他们的识别系统居然出现了逻辑混乱。全体启动防御反击！李老板，我看准了，主舰的防御罩出现了能量缺口，我这就调集机甲队封锁缺口。巴顿，别贸蛮突进，让我的第7护卫舰队来。都别慌，我已经在他们的动力系统上植入了干扰程序。希拉，你的指挥系统要失灵了。结束了吗？还没完，这股力量太强烈了，星球的内核能量正在失衡。老牛，去把所有的种子拿出来。老大，能量正在失衡。老牛，去把所有的种子拿出来。老大，这时候播种，这叫定心。既然这里是家，我们就得守住这片土地。巴顿，把你的能源石全部投入水渠。陆渊，用你的精神力帮我稳住植物的根系。明白，知道了。稳住了，真的稳住了。为什么？这种原始的、充满烟火气的生存方式，能战胜最完美的逻辑系统。喝吧，喝完了，去后面领一把锄头。大地轰鸣，火光冲天，但这片土地上的烟火绝不熄灭。我站在满是废墟的农庄前，
手里紧紧攥着那一小袋从灵界带出来的最后的一捧灵界道种。后的一捧灵界道种。老大，监管局的人虽然退了，但咱们的后山全毁了。刚长出来的弄芽被那些高能粒子炮烧成了焦炭，咱们是不是遇到挫折了？挫折，在我的字典里，只要火还没熄，就没有输这个字。火狐狸，出来！还能行动就给我生火！我差点被震成烤狐狸。老大，你刚才那招生命归墟，把我的本源能量都点燃了。说吧，今天烧什么？就算是耗尽我的本源能量，我也陪你拼一次。今天不做大乱炖了，今天我们要做出这星际间唯一的黄金蛋炒饭。蛋炒饭，老板，现在全星球的精神力都在枯竭，大家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你这时候做蛋炒饭？陆渊，你过来。我的精神力防护屏障受损了，李北斗，我现在连握刀的力气都没有，你叫我干什么？帮我碾米，用你残余的所有精神力渗透进这些道种里，不要破坏它的结构，要像呵护新生的嫩芽一样，把你的战意转化成生机，这是你弥补过往遗憾的机会。我也来！我虽然没有强大的精神力，但我有资源。巴顿家族几百年的积累，全都压在这一碗饭上了。小马，去井里取最后3滴灵泉原液。得嘞。小唐，把你最快的刀工拿出来，把这几颗星空凤卵切开，只要蛋黄不要蛋白。得嘞。这是什么感觉？我感觉我的识海里好像下了一场雨，好像在焕发新生。不仅仅是新生，李北斗，你把我们所有人的精神力资源，还有这颗星球的生命力，全都锁进了这些米粒里。你说错了，我锁住的是希望。吃吧，这一碗叫觉醒。觉醒。我感受到了，我听到了星辰运转的声音，听到了这颗星球在呼吸。李北斗，你不是在做饭，你是在引导我们基因的正向优化。奇迹，这是真正的生命奇迹！快，给我也来一碗，我愿意用我所有的资源交换。别急，每个人都有份。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星际的格局彻底变了。那些冰冷的营养液、机械化的基因改造，在这碗带着温度与生命力的黄金蛋炒饭面前，将变得一文不值。这种名为烟火气的力量，将正式成为这个宇宙中最温暖、最坚定的信念。当第一碗黄金蛋炒饭端上餐桌时，整个星球的风云似乎都开始流动了。老大，不好了！不对，是好的过头了。刚才咱们的星际公屏炸了。监管局总部发来道歉信，说之前的核查行动是工作误会，
还想问咱能不能在首都星开个分店，给议会的成员留几个固定席位？哼，分店，我可没那闲工夫。告诉他们，想吃可以，自己坐飞船过来排队，记得带上当地的特色食材，我这儿不收贬值的星币。就是，咱们这儿现在可是星际唯一的美食生命圣地。李老板，你交代的事儿我办妥了，方圆3000光席的贸易路线全改道了。这颗星球现在是北斗星域的核心中转站，以后每一艘路过的商船都得给咱们农庄带一车优质营养土过来。巴顿，你那点生意经收一收。李北斗，我的第7护卫舰队已经正式更名为农庄护卫队了。这片星域的巡逻以后归我们，谁敢在这扰乱秩序，惊扰了你那锅汤，我的主力舰炮可不答应。陆指挥官，你这修剪手艺退步了啊！休息呢。老板，后山的万亩荒地全翻好了，那些喝了黄金蛋炒饭、觉醒了精神力的流浪者和伤兵，现在全在后山负责种植。他们说，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生机的土地，都不愿意走。这就对了，老牛，念出来。妈，北斗星际公共食堂。老板，咱们这名号是不是太接地气了点？外面那些贵族非要叫它星际美食圣地。叫什么不重要，吃什么才重要。以后这儿不仅仅是饭馆，还是学堂，是训练场。吃了我的饭，练了训练场；吃了我的饭，练了我的强身拳，就得守我的规矩。我们要让整个星际都知道，进化的终点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这碗里的烟火。老大说的对，第一批全星球免费爱心午餐出锅喽！老牛，快来端菜！海盗落魄，将军落魄，躲在灶台牵骆驼，偏见家族权力。李老板，你真的打算把这种能正向优化经营的灵泉菜肴免费分给这些普通人？此刻，在这片土地上，没有高低贵贱，只有饿肚子的人和吃饱了的人。当你看到1万个人同时因为一碗红烧肉而露出笑容时，你就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星际秩序。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后面的别挤，都有份儿。谁插队，今天就取消他的就餐资格。我看着陆渊在和巴顿争论哪种肥料更滋养土地，看着雷恩在教一群孩子怎么控制觉醒的精神力去劈柴，看着火狐狸和小马为了谁去收盘子吵个不停。这种吵闹声比任何庄严的进行曲都要动听。开饭了！在那一刻，我仿佛看到的不再是一颗荒凉的废弃星，而是一个正冉冉升起的、充满了温度与希望的新文明纪元。我擦了擦手上的面粉，看着满桌热气腾腾的菜，忽然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